嗨，大家好，我是明。今天想到什么处方间呢？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阵型。就是很多人会不知道什么是阵型，或者是根本就没听过。那阵型其实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战术性的站位。那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先出了一支影片，那它基本上就是在讲接发球的阵型。好，那阵型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战术性的站位，那就等于是说，当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境，当对方发球，当对方要攻击的时候，我要怎么站？我们一开始可以先设定好这些站位的地方，然后让我们就变成说，哦，对面从1号位发球，我们就直接站好我们的阵型，就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对方发球8秒，它里面可能3秒、5秒就发过来，那你也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开始就先设定好阵型的话，那面对这样的发球，我们很快就可以站到位，然后马上就解决掉这个问题。那阵型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让我们的成功率大大的提升，让我们的失误率大大的减少。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分配我们的站位嘛，那分配站位代表大家就会有自己的分工，可能站位靠前的人他们帮忙接小球，那站位靠后面的人帮忙接一些强的球，每个人各自有自己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就不用有一个人说，我比较强，那我前面也要接，后面也要接，那结果全部都我自己在接，那我累得要命。那大家在分工之后，接球的成功率就一定会提升。那阵型啊，它其实不只是在防守或是接发球，在拦网或是在攻击这些任何技术上，我们都会运用到阵型。所以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去多练一点阵型，然后让大家熟悉自己的分工，让大家知道自己在球场上要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可以提升你们球队的流畅度，那大家可以非常好的去做一个来回波的反攻。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阵型呢？阵型就是一种事先准备的概念，阵型是利用我们长期下来累积的经验去做站位上的调配。因为有可能我们习惯，这个对手我知道他很爱吊小球，那我们就多分配一点人力在接小球的部分。那这个对手他喜欢发很长，那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稍微往后站。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累积下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选手、让我们的球员先站在他会做的地方，就是让他们直接去这个球比较有可能去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掉我原本站在3米，可是他很爱发长的，然后我看到他发过来说，我要一直推到6米之后再去接这个球，失误率一定很高，因为很难接。好，那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说他会这样发，那我们直接站在6米，那就站在这边好好接这颗球，是不是很简单？所以阵型就是一种事先准备，我们预设好他会怎么发，他会怎么打，我们就站在哪里去面对他这颗球。所以阵型其实可以省去我们很多麻烦，让我们更轻松的打球，更容易的打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表现。那我们会在什么时候使用阵型呢？比较常见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接发球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守的时候，第三个拦网。比较常见的就是这3个。阵型在运用的时候是在一个对方要把球送过来的时候，发球是把球送过来，没错；攻击是把球打过来，没错；送呛死也是把球送过来。就是在对方把球送过来之前，我们就觉得，他可能会把球送来这边，我们就赶快跑过去，然后减少我们看到球之后才跑过去这件事情。像我们刚刚说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位置等他的球过来，是不是很简单？轻松很多。那我们有了阵型之后，你就不会再说，这颗球怎么这么远我还要跑过去，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那这颗球怎么在那边没有人在那边守备人嘞？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在阵型这一块比较不熟，所以在场上容易迷路。那我这边这一系列的影片要好好看哦。好，那最后就是稍微来跟大家举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站出这样的阵型。主要是我们会面对不同的球路，每一个人的球路都不一样。我喜欢打直线，他喜欢打斜线；他发球喜欢跳发，他发球都会发小的。每个人的球路不一样，甚至是对手的球风，就是我们不可能说用同一个阵型，然后去面对所有的情况。像是你就是一定要去守小球，可是对方如果都不掉小球，他们不会掉小球的话，那这个人要干嘛？就是你知道浪费一个人。所以我们会根据当场的因素，然后去做一些微调，甚至是大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有我们的教练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学长来帮忙去看这件事，不然在球场上打球人其实真的会
你知道会遇到盲点。人家说旁观者清嘛，我们就先来举例一下接发球阵型。对方很喜欢发跳发，其实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靠后，我们比较常靠后站，因为跳发比较强。那比较强的状况下，它一定比较容易飞比较远，因为你扣的比较大力嘛。那飞比较远，球就会往底线走，然后往后面走的情况，我们的接发球就会往后靠，然后去接比较多底线的球。那对方如果说很喜欢发小球的话，我们可能就后面留2个人，然后前面有3个人去接小颗，然后举球在这边。所以就是我们会根据对方的发球习性，然后去调整我们的接发球阵型。好，那再来是防守，防守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一定会有人拦网，那我们防守可能3支或4支在防守。那我们通常会分配1支去接小球，不管是前排边补或是后排边补。那我们安排这1支去补小球的话，可是如果说对方都不掉小球，像我刚刚说的，那我们这支要拿来干嘛？比较没有意义嘛。那我们就会安排变成是4支在后排守强球，而不是3支守强球，1支守小球。所以在这样子的细微的调度，就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然后需要有人去做一个筛印。那或者是我们也会遇到，有些攻击手很喜欢打那种 touch out， 就是把球喷得很远那一种。那我们防守人就变得说不守强击球，然后就直接往边线守，就是专门去跑那种飞很远的球。这也都是可以事先准备。那在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个 hint， 就是拦网跟防守是可以是同一套系统，叫做拦防系统。然后拦防系统就是一种比较大规模的阵型，因为拦网跟防守其实是互相配合的。我在前排拦网，那拦不到我尽量拦，但我拦不到后面的要人帮忙守备，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搭配的，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地中海。因为地中海通常拦网会拦不到，然后有人这样吊球，就会有人下来补小球。拦网没有拦好，没有拦扎实，就是拦网到处都是洞，然后防守就会变得很难守。那拦网做好，其实球一过都会到防守者身上，有没有？打破迷思，有没有？平常都没有在想什么叫拦防系统，平常都没有在想为什么拦网拦不到啊，防守也守不到，就是因为这样，拦网跟防守要沟通好。那这边跟大家举例一下拦网。对方如果说大炮很强，我们会尽量去安排双扣大炮。那第3支拦网者，我们就会让他1扣2，因为对方大炮太强了。那我们基本上双扣让他不太敢举长弓。那这边就变成是其他2支比较相对较攻击点较弱，那我们用1支去顾，也许也是一个好的方法。至少这个大炮不会每一颗攻击都得分。所以不同技术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阵型搭配。那就看你怎么运用，看对手长什么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他们。阵型就是这样，就是你先配好牌组，然后再拿去打。好了，最后我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举球员比较矮，那他就是比较矮嘛，就是很明显他比较不适合拦网，因为可能跳的高度只有拦网就是上面可能过1根手掌这样，真的对于拦网比较没有优势。那我们那时候的安排就是我们2支大炮跟拦中去拦网，那个举球就下来一定补小球，然后剩下后排3支守备。那这样的情况下，变成是我们的大炮跟拦中的拦网要非常好，然后用2支拦网去扣对面3支甚至4支的攻击手，然后1支一定补小球嘛，然后后排3支守备，所以这样子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我们的劣势就是我们的拦网变得非常困难，那他们的反应要很快，移动要很快，因为网子也是有9公尺宽。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一定有人补小球，所以小球一定不用怕，一定会有人可以救。那我们后排还有3支守备，
所以大家手强击球的能力就提升，因为你知道，越多人手背范围就会变小。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防守的那个难度就下降，我们防守的成功率就提升嘛。虽然我们牺牲了拦网，可是我们的防守提升其实也不是比较差，就是我们也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好的拦网反攻。所以阵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阶技术。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影片很重要。好，我们最后来一个3万抽奖的小活动。那我们这一次的抽奖活动，我们要抽出3个幸运的得奖者。那我们会分别会拿到就是常立的毛巾、常立的海报，然后跟常立的口罩。那当然我们在抽到之后，我们还会给一些小小的礼物，然后就等于是一份礼包给你。好，那我们的活动办法就是喜欢这支影片，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在下面留言。那留言内容就是你觉得阵型是什么？我就可以说，我觉得阵型就是让我更轻松打球的东西之类的。你可以去想一下自己的答案啊，不能抄人家答案哦。如果说你复制贴上的话，我会去查，然后查完，如果说你复制贴上，我们这一个名额就是不行，就是我们会另外再抽一个人 ，OK？ 那我们会在3月19号星期五的晚上10点，然后跟大家抽奖。今天的排球急诊室就分享到这边，你有被救到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跟按赞哦。我们下次见。并且，我的影片很重要哦。好，今天的排球急诊室就先，今天的排球急诊室就